你刚讲那个女朋友，我这几年都忘掉她。是哦，印象最不深刻。可是那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为什么？因为我记得他好像有洁癖。记得很印象深刻的是，他会拿这个世界上我2个唯一爱的直男之一，常常会有同一个女生来我们家，然后要读书这样，你就会说，你今天不能跟妈讲，我不能跟爸爸讲。然后，哇，你很晚熟哎。说我幼稚吗？没有，你没有很幼稚，你很成熟。穿 polo 衫的男生都很成熟。要确定。可能这个议题对同志本身就比较难敞开心房跟大家讲。这时候如果身为兄弟姐妹，你可以以后啊，我们会过世，唯一会陪着你的就是只有你的兄弟姐妹了，所以你要对你的兄弟姐妹好一点。这感觉是他会说的话。对，不管你家人身份是什么，如果一个人他跟你说全家都这样，其实身为同志的也会很害怕。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敖，欢迎回到我频道。今天有一位特别来宾，他是我这个频道邀请的第一个直男，希望不会是最后一个，所以就要今天看你的表现了。OK， 然后他也是这个世界上我2个唯一爱的直男之一。第二个是谁？爸爸。对。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Eric， 目前在读大学，快要毕业了。然后我是小敖的弟弟。我们长得像吗？用那个。这是什么画面？那为什么你今天想要邀请？你是谁？Eric， 到底是不是我弟？我刚瞬间 break。是我姐吗？今天为什么想要邀请 Eric 来？然后我想要访问他，是因为我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有很棒的一位直男的兄弟姐妹支持我，让我在很多很忧郁的时候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都有撑过来，算是我在生长在恐同家庭环境里面的支柱之一。我自己以前在看 YouTube 的时候，想要找有没有其他的家人也支持同志的小孩的时候，譬如说这是他们的酷儿小孩，但是全部都是可能是双亲啊，或者阿公阿嬷，可能 YouTube 演算法比较没有推荐给我就是兄弟姐妹的，所以但是我就觉得是不是这样的内容可能也会有需要可以帮助到大家，鼓励到大家。所以今天就是想要来访问 Eric， 听听一些他在成长过程当中拥有一个同志姐姐的心声。那我们先来一个 icebreaker 好了，就是你平常压力很大的时候都是怎么解压的？解压哦，我觉得你现在是压力很大吗？啊，没有，绝对没有，绝对没有。没有，平常就健身、听音乐、煮东西，可能跟朋友出去晃晃嘛。听到煮东西我就激动了，不愧是台湾人。我只想吃的。对啊，就尝试新的食谱什么的。哦，很棒很棒。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兄弟姐妹从小到大感情就很好。那如果你有这样的兄弟姐妹，好好珍惜他。我们的感情也不是一直都很好，毕竟我们差了9岁。你是 Z 世代的，Z 世代，我是 Millennials， 所以通常你都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对不对？但你听不懂我在讲，我都听不懂在讲什么。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你觉得我们感情是什么时候变好的？其实我觉得可能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我还太小了，那时候我才就4年级以前，因为4年级你上大学嘛，对，然后就去日本，你以前会把我关在房间外面，现在爸妈不在家，然后你就会说我要读书啊，不要吵，我要读书，然后我就会在客厅，你在客厅干嘛？玩 Minecraft。对啊，无聊。可是你到大学之后，因为你那时候很想家。我们就会视讯，然后到后来每天都会视讯，然后那时候还是用 Skype。你刚说我们用什么视讯？我们用 Skype， 还是 Skype？ 大家怎么讲？时代的眼泪，大家都怎么讲 ？Skype 还是 Skype？ 而且有人还差点因为 Skype 被骗、被诈骗，引发网战啊？谁啊？谁被诈骗？有人差点因为 Skype， 不讲。我可以分享一下，我觉得我们感情什么时候变好的吗？哦，好。我看到波蜜果菜汁，虽然说我们双亲感情不好，但是有一天我忘记是哪一个人，应该是妈妈吧，就说以后啊，我们会过世，
唯一会陪着你的就是只有你的兄弟姐妹了，所以你要对你的兄弟姐妹好一点。这感觉是他会说的话。对，然后所以有一天我就永远记得，我忘记我那时候年纪是多少了，我真的忘了。反正我有一次去便利商店，我看到波蜜果菜汁，我就记得你很喜欢喝，我喜欢喝波蜜果菜汁。然后我想说，那我不要也买一罐给你。那好像是我人生第一次有印象，我有想到你。完蛋了，就是波蜜果菜汁。然后后来就有开始对你好一点。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我姐姐喜欢女生这件事情跟你一样，但是跟其他女生不一样？我觉得就很自然欸，从跟你长大，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可能因为那时候我还小，然后我也不太知道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吧。国中左右才发现，哦，原来喜欢一个人就是跟性别有关系。哇，你很晚熟哎。那所有幼稚吗？你没有很幼稚，你很成熟。穿 polo 衫的男生都很成熟。要确定。之后才发现说，哦，你喜欢的也是女生这样。可能因为你一直都会讲关于就是同志的议题啊什么的，所以到后来我才会意识到，哦，这个是不一样。后来才会去关注说，哦，同志法啊，或者是一些实施这样。你有吓到吗？还是没有？没有，就很自然啊。哦，因为你都没有变过。哦 ，OK。对啊。我觉得你一直都蛮确定说你喜欢女生。我真的太早了，真的，我身边好像所有朋友出柜，没有人比我更早。你在我高中的时候还曾经做过一个让我觉得蛮感动的事情，而且我们爸爸，我不知道他们到现在知不知道这个人。哦，对，就以前我们住一个社区，你会常常会有同一个女生来我们家，然后要读书这样，你就会说你今天不能跟妈妈讲，我不能跟爸爸讲。然后我就哦好。那时候你才3、4年级。好像还更小，可能23。你刚讲那个女朋友，我这几年都忘掉她。是啊，印象最不深刻。可是那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为什么？因为我记得她好像有洁癖。我记得很印象深刻的是，她会拿胶带去粘灰尘，然后我就哇，这真的很干净。就是真的，就是我带她来我家读书，她在我家拿胶带粘灰尘。对啊，然后我就在旁边。玩我的不知道玩什么。而且你老实讲，我房间很脏吗？我不好说。没有脏到要粘灰尘。OK， 谢谢解释，谢谢。Oh my god， 真的是蛮好笑的一个回忆。对啊。你刚刚其实也已经讲了，你觉得这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我下一个问题其实想要问，还没有看过影片的人，就是其实我是生长在一个恐同家庭嘛，所以就是妈妈恐同了10几年，因为这件事情打压了我很久。然后爸爸在我成长过程当中，一直到我大人之前，他是没有什么表态的，他非常晚才表态他是支持。你也有听过爸爸妈妈的那些预言吗？你为什么一直没有被影响，跟着他们一起害怕同这件事情？因为你说，我们家是恐同家庭，可是我觉得我们2个好像一直都没有很听我爸爸妈妈的话。好像真的都没有在听，好像偏叛逆，就是不听都没事，听了好像就惨，听了更有事，不听都没事，听了更有事，所以就变成说差异，对，就没有太被影响。你为什么除了尊重我，还愿意支持我？我为什么会这样问？是因为很多人的家人他们会觉得说，我就尊重你，但是你今天家庭聚会不要跟我讲你跟你女朋友的事情，你今天还是要 keep your heads down, don't stand out。可是支持是另外一件事情，支持可能就是会去跟朋友讲同志议题，会挺身而出。我觉得尊重就理所当然，就跟每天吃饭一样。我只要把你放理所当然哥，就理所当然。就你是我姐啊，不然我要尊重谁？支持的话，我知道你很在意这件事吧？就我跟我朋友也不会刻意隐瞒。为什么你敢啊？你这样算出轨帮我姐出轨？不是，你有一个同志姐姐是出轨，这样也算？这样算你出轨？可能就理所当然。如果我朋友不能接受这件事情，那他很重要。如果他不能因为这样不能当我朋友，那为什么要这样当朋友这样？你就是说可以跟他们绝交的意思？对啊，我要哭了。你有没有朋友在讨论过这件事情，然后曾经有讲就是 for LGBTQIA 加的话？有，我朋友基本上其实蛮多人就是中立的，我觉得他们不会说很特别去支持，或者是很特别的不支持这样。所以你就特别 stand out 啊？对啊，因为有时候不特别支持，保持中立，其实它那个效果，就会容易让别人也觉得想要
安静这样。我觉得就没什么好隐瞒的吧。就如果你敢讲，就可以去讲，就 like why do you care about other people's opinion？那你觉得为什么直男直女的兄弟姐妹应该要多多 take action 去支持他们的 LGBTQIA 2+的 siblings 呢？我觉得，因为兄弟姐妹应该是算就除了朋友跟爸妈最亲近的人吧。就甚至有时候，因为我虽然我不是同志，我知道如果是同志的话，就有时候连自己都很难接受。哦，就是那内在恐同啊，对，如果就连兄弟姐妹都没办法支持的话，就没有支柱的这样，要闷死了。对啊，我真的有约过会的对象是这样，真的啊，我就蛮替他们担心的。至少你想要跟谁讲，还可以跟我讲这样。哦，我可能就，好，不要跟妈讲这样。好，不要跟妈讲这样。其实我之前有一部，如果你想要自杀，先听我讲的一部影片。我当时会在高中的时候选择不要离开人世间，很多原因是因为我弟，因为我们双亲感情不好，我就想说，万一我离开了，我弟会不会也想离开？那我还是留下好了。对啊，因为万一我离开了，然后你要被弄在就是他们感情不好，其实还不只是恐同啊，还有其他原因。那好像你这样更惨，也很闷，然后又没有人讲，所以就 siblings 还蛮重要的。对啊，你觉得有什么事情是如果他知道他的兄弟姐妹是酷儿，他现在看完影片就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如果你硬要讲说因为你是酷儿，所以我觉得我需要更多的关心的话，我觉得这样可能会就是产生一个因为是这样，所以你才关心我的感觉。我觉得就算就是任何兄弟姐妹，最重要的就是可能每天的问候啊，说你今天要干嘛，或者是说你最近就是有没有什么烦恼的事啊，或者是就简单的说你今天心情怎么样，这样就可以让他慢慢的跟你分享每天的事，到最后一定会分享说最近烦恼什么啊，就慢慢敞开心房，对啊。我觉得你讲很好，不用因为你的兄弟姐妹是因为这个性向的关系，其实本来就每天都应该要去跟你的兄弟姐妹稍微的，就是互相问候啊，看看他们如何啊，怎么样？对啊。当然，如果就是说，因为你的兄弟姐妹是同志，你们讲的议题话题啊，可能会比较偏就是同志议题之类的。那时候如果你去多做一些了解，当然觉得对于同志的兄弟姐妹是会比较感动嘛。会帮助到他们很多。对啊。当然你从小就洗脑我，所以我就蛮了解。所以我从小就开始传教。传教，这不是传教。你是在洗脸是？对啊，你这不是洗脑，是洗脸，先生。其实我有遇过很多 LGBTQIA， 他们其实很内向。他们如果身边没有任何一个人先主动跟他们讲，我是同志友善的，他们完全不会讲，然后就整个闷到爆。我觉得有时候有一些话题比较难去就是开启，可能这个议题对同志本身就比较难敞开心房跟大家讲，对，因为很容易受 judgment 对，或者是什么的。那这时候如果身为兄弟姐妹，你可以提说，你有没有想要讲什么，这样就会好很多。我再偷偷 add 一个，我们的妈妈都会跟我说，我爸也恐同，然后我就完全不敢跟我爸讲。结果长大之后才发现，原来爸爸是可以的。然后爸爸说，但是他不想跟妈妈讲，因为他不想要再多有一个东西可以跟他吵。然后就变成私底下就是默默支持我。就是有时候如果不管你家人身份是什么，如果一个人他跟你说全家都这样，其实身为同志的也会很害怕，就是真的会觉得全家都这样，我都没有一个人可以讲了。如果有 LGBTQIA 的兄弟姐妹，我觉得可以多多跟他们问候，多多跟他们聊天，不要放弃他们。有一天可以开启这个话题，让他们知道说你是支持他的这样子。理所当然的支持。对，理所当然哥。理所当然。好，最后一个问题，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不管是同志有直男直女的兄弟姐妹，或是那些直男直女有同志的兄弟姐妹讲？呼吁，就多关心吧。都讲完了，对啊，都不用讲了。因为我是直男直女，所以不能为同志发声。但是就是有啊，你平常就在为同志发声啊。对啦，但是就是不是站在你们的立场，是站在我的立场。对。You know what I mean？ 就蛮要 saying。可是你知道直男直女都会比较听直男直女的立场。他就会说，你身为直的，你干嘛在乎啊？所以你一讲了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 impact。
可是如果是我们的话，他们就会觉得说，我听你干嘛？你跟我性向不一样，反正那是你的权利的事情，你自己去争取就好。这样就是感觉被孤立。结论就是多多关心，多多支持。就不要害怕跟同才聊这种话题，这样。也不是说这种话题就像稀松平常这样。如果你有恐同的兄弟姐妹，把这个影片传给他。对啊。如果你跟你的兄弟姐妹，如果你是其中一个人是酷儿，不管你是女同志、女双、女跨，或是非二元性别，然后你有一个直男的兄弟姐妹，你们有什么很好的互相彼此支持的一个成长历程的故事，欢迎联络我。要合作，我想要对，想要访问你们的故事，希望可以让社会有更多人看到说兄弟姐妹的爱跟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是甚至可以在我的人生经历是拯救到我的人命的。今天谢谢 Eric 来，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的？不会，问你哦。方程式，平常聊太多都不用问。对。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欢迎分享给所有需要的兄弟姐妹们。分享，也可以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跟我互动，有没有什么你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你的留言如果是公开，可以鼓励到大家，你也可以私讯我跟我讲你想要合作，或是私讯我问我一些问题，我都很喜欢跟大家互动哦。IG， 对，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